今天下网络热门小传。2023年4月22日，之江娱乐宣布其闪耀舞台计划启动，欲招募2名新成员，招募时间是4月22日至5月26日。这个消息准确来说是 ASO 成员在直播时候透露的。这个之江娱乐官方啊，好像是专门为了闪耀舞台计划建的账号。目前点进去呢，只有项目启动和招募相关的新闻。就是这条新闻呢，我看很多 UP 主在报道的时候都说是 ASO 27团，其实不是。根据25号官方发的动态 QA 里说，新成员可能偏向于独立签约的艺人，不会以团体的形式出道，自然也不太可能沿用 ASO 这个团名，所以和 ASO 可能只是纯粹的前后辈关系而已，而且应该会有联动什么的。我个人呢是很早就希望能看到之江宇宙的新成员的，不管是 ASO 27还是像这次一样单独招募的虚拟艺人，只要是这个 IP 底下的，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在 B 站这微潮刚刚退下去的时候 ，ASO 是带头冲锋的国乐团体，而且是与当时的大趋势不太一样的3D 虚拟偶像团，走出了自己风格的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他们在国内微圈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在过去的2年里深刻的影响了 B 站虚拟主播的整体生态。所以我们非常想要知道的就是 ASO 的成功到底是天时地利人和下各团的成功，还是能够转化为整体行业进步的经验啊？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他们能不能自己复刻自己的成功，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利用几年来的经验进行创新和改良。可以想见啊，不管这些新成员的运营成功与否，都会引起圈内巨大的讨论声浪和模仿，所以它也是非常有看点和值得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就过往微圈的经验来看呢，每一个试图只运营初创团体 IP 的尝试几乎都失败了，不管是办爱、四天王乃至歌姬等等等等，他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现代娱乐工业产出的单个 IP 是有保质期的，一旦进入衰退期之后呢，往往没有以前那么强的吸睛能力的主播们就很有可能面临被榨干价值然后雪藏的结果。比如说最近出的办爱动画，这个我打算专门出一期视频聊聊。而即使补充新成员呢，往往就能有效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现役成员来说，新成员的出现能够缓解压力，而且也能增加企划的各种内容量。对观众来说，有新鲜感，能看的东西也更多了，企划有了更大的上升空间。而且既然有之江娱乐这个提法，看得出来对整个 IP 的野心还是很大的。可以说只要做好了，就是突出一个全赢麻了局面，但前提是得做好。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次之江娱乐公布的这个新人的，虽然很想刷快，但还是希望团队能够好好打磨吧，毕竟质量过硬比什么都重要，而且选人阶段又是重中之重嘛。自3月30日开始，乐华娱乐旗下男团量子少年的官号与所属各微陆续开始停播与停止更新动态，各个账号受到的影响不一。这个事件主要的争议点出现在团队成员沐雨身上啊。由于整个事件涉及了对沐雨中之人的开盒和他一些其他的私人信息，所以我不能在视频里详细介绍。我能告诉各位的信息包括这件事上了微博热搜，而且如果你现在去搜相关关键词的话，还能看见这件事的梳理和讨论。言归正传，我们来聊点能聊的，比如这件事对量子少年及其粉丝的影响。首先，沐雨、泽一和量子少年官号的动态都停止了，其中包括量子少年每周的直播周历。祥太在4月16号和24号分别直播了2次，动态的更新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不过据说他现在有学业在身，所以没有完全恢复更新，也属于情理之中吧。4人之中只有楚风还保持了直播，总算是没有团灭。量子少年作为国内比较早入局的3D 虚拟男团，自2021年底宣布出道以来，已经活动了1年多，他们的粉丝增长速度不算快，而且整个团体里粉丝较高的还是本次事件的主角沐雨，所以很可能会对后续的团体运营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我们持续关注。3月31日晚，1年7女子 V-UP 组合Notoboto 进行了毕业公演，并宣布原地解散。这个组合是去年正式出道的，当时说的就是1年7偶像企划，所以现在算是平稳落地，用的是灰姑娘作笔啊，等魔法解除了，偶像就会变回搞笑艺人啊，这个解散也很合理嘛。这个企划最初的3位成员是花园赛莲娜、神乐米娅和翡翠爱流，这3个都是或者曾经是 P 加的成员啊，也都是微圈比较著名的超长时间待机选手了。除了他们，企划还出道了3个新的虚拟主播，组成了一个6人团，其中2位因为企划解散已经毕业了，所以在此我们不过多介绍。这个团体在出道期间阵仗弄得很大，说是索尼和 B 站合办的，还请了一位前偶像做指导。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索尼自带的做不好虚拟偶像这个 debuff 啊。总之 Notoboto 的流量不算太理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3个主力成员都已经度过了自己事业的黄金增长期了吧。倒是开了几场3D 大型 live 啊，满足了一下主播和观众们的偶像梦。其他的不太好评价吧，毕竟是3个行业活化石带了3个新人组成的团体，能够平稳落地就是好事。解散之后6个成员里只有2个新招募的会毕业，其他4人是继续自己的活动。最后也希望各位成员未来的活动能够顺利吧。接下来是一组速报。3月27日，长冷遭遇开盒网暴，停止更新和活动。4月6日，肯德基宣布联动 ASO。4月10号，彩虹社宣布原属印度尼西亚分部的4人即将毕业。3月31日，未来明进行了毕业直播。4月21日，日本萝莉真白花英进行了100万粉3D 直播纪念，并且还被 B 站拉去蹦极。4月23日，早稻吉宣布将从5月1日开始停止直播，预计1个月，视频将照常更新。4月24日，琥珀林宣布退战并将消耗，这是他第2次宣布退出 B 站，上次宣布距今将近1年。最近大家问的很多的这个彩虹社蓝头发 VTuber 轩辕千草啊，他遭遇了一次直播事故，并且暴露了他表情包本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よ。やばい。体動くんだけど。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最近我社妖参与了一个新的视频系列的制作，名字叫虚拟课，是想做一个专属于各位虚拟主播的直播精彩片段的集锦节目。目前第1期已经放出来了，我个人对成片效果还是挺满意的，希望能够得到大伙的支持和捧场。当然更希望得到大伙推荐素材的投稿。做第1期的时候呢，剪辑老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录播上了，还是非常痛苦的，也很影响效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推荐你觉得有意思的神回，选上之后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份现金奖励。视频链接我会放在评论区里置顶，大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投稿的方式呢会出现在原视频里，在这里我就不多加介绍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电脑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